我和妯娌同时生孩子，她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成了全家的心头宝。公婆要把全部资产留给这个孙子，而我生了个唐氏儿，被全家视为灾星，被公婆赶出家门。老公为了给宝宝做康复，一人打3份工，最终猝死在工作岗位。由于精神恍惚，我和女儿出门时被货车卷入车轮，当场丧命。死后我才知道，唐氏儿是妯娌生的。她早就知道自己孩子不健康，她和继婆婆为了霸占公公的财产，一起调换了我的孩子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生产当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妯娌余霜正皱着眉看她的产检报告。见我睁眼，她下意识地将产检报告藏到身后，假装幸福。我的宝宝这么活泼好动，一定是个健康宝宝。婆婆对着余霜笑道：“你这个肚子这么尖，肯定是大胖小子。你可真是我们老孔家的大功臣。到时候你公公一高兴，家产还不都是你们的？”说完，他又轻蔑地扫了一眼我的肚子。你这肚子一看就是个闺女，女孩迟早要嫁出去的，家里的钱你们就别想要了。我扫了一眼余霜藏在身后的产检报告，唐氏2个字正好映入我的眼帘。不过我也没拆穿，只看着他们笑了笑。男孩女孩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宝宝健康。弟媳，你说对吧？余霜脸上尴尬的表情一闪而过，随即挺了挺她引以为傲的肚子。反正我肚子里肯定是健康的男宝宝，你肚子里什么东西可就说不准了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不愿再和他多说废话。我转身要走，临走的时候却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我不去你们那家私人医院生孩子了。我考虑了一下，生孩子是大事，还是公立医院更让人安心。一听我这个话，余霜立刻就急了。医院都订好了，你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？我白了他一眼。我生孩子想去个公立的医院都不行，这笔钱我自己出。婆婆眼珠一转，拉着我的胳膊，假装安抚：“蓉蓉，我们之前都说好去私立医院剖腹产，连医生都找好了。这个医生很难约的，你怎么能说变就变呢？”我斜睨他一眼，甩开他的胳膊。你们为什么非要我去那家私人医院生孩子？万一出事了，你们能保证我的安全吗？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就去公立医院。婆婆和余霜对视一眼，阴沉沉地看着我，没再说话。我和余霜是同一年嫁进孔家，我嫁的是哥哥孔玉，她嫁的是弟弟孔晨。老公的原生家庭情况比较复杂，
她刚出生不久，妈妈就去世了。第2年，公公就娶了带着肚子的婆婆。当年孔晨就出事了。从我刚结婚起，我就觉得婆婆不对劲。公公在的时候，她装出一视同仁的样子，甚至还会故意对我更亲厚。但只要公公出门，她就像换了个人，对我和孔玉不管不问。孔晨结婚时，她给公公吹枕头风，给孔晨买了辆上百万的车。我们结婚时，她说家里开销大，让公公把家里的2手车给我们代步。我和于双同时怀孕，她每天变招法的逗于双做好吃的，话里话外都是生大胖小子。孔家的家产都是他们的。我晚上饿了，去厨房给自己下点水饺，她都会阴阳我贪嘴，矫情。我本想着婆婆偏心也就罢了，不是大问题。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就搬出去住。没想到，于双产检时发现肚子里的宝宝是个唐氏儿。医生劝她放弃这个宝宝，可是婆婆却通过私立医院的医生，得知我肚子里的是个男孩。她觉得一旦先让我生下男孩，公公一高兴，没准就把家产都给我了。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。于是他们决定给我们找一家私立医院，给我和于双同时剖腹产，再把我们的孩子调包。这样，于双生下的是孔家第1个男孙，是孔家的大功臣，公公一定会很高兴。而我生下的是生病的女孩，公公嫌晦气，这个家容不下我们，迟早把我们赶出去，他们一家就可以独占家产。我以前以为人心换人心，但我没想到，有的人根本不配称之为人。想到这，我的心又冷了几分。为了多一重保障，我当着他们的面给老公打电话：“老公，我想在市医院生孩子，到时候你一定要陪着我好不好？”孔玉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：“你生宝宝，我当然会陪着你了。你别多想，在家好好休息。”他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是不是我妈又欺负你了？”听了他的声音，我心里有些发酸。他是个很温暖的人，和他结婚后，一直护着我，知道我不想和婆婆住，他起早贪黑赚加班费，为的就是早点搬出去。上辈子，医院里婆婆也是骗她出去给我买点吃的，这些把她引开，把孩子调包。知道我生下唐氏儿后，她怕我难过，一直安慰我。公公不愿出钱给我们做康复，孔玉一个人打3份工，给孩子看病，这才猝死在岗位上。还好，这辈子他还在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我整理好情绪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。不是，我就是有些害怕，想让你一直陪着我，不要离开我和宝宝的视线。
孔玉笑了。好，正好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，我待会早点回去陪你。听了孔玉的话，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去公立医院，孔玉一直陪着我，应该不会再有其他意外了吧？但我没想到，意外来得这么快。电话刚挂完不久，婆婆过来敲门。蓉蓉，你想去哪个医院就去哪个医院，是妈不对，不应该逼你的。我心里疑惑，他们早就制定好的计划，会突然改变主意？但他态度谦卑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能开门。你中午都没吃饭，我特意给你熬了汤，你下楼喝一点，补补身子。我看着他，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。以前我饿了去厨房吃宵夜，都被他阴阳说我矫情。今天他能这么好心给我炖汤，看着一直不动，婆婆急了：你这孩子，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呢？我都说了，你想去哪个医院就去哪个医院，你怎么还不高兴？余霜也在一旁帮腔，连妈特意给你熬的汤你都不喝，你也太不尊重长辈了。亏你还上过大学呢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公公回来了。婆婆立刻装出一副委屈至极的模样，凄凄爱爱道：蓉蓉，我知道你嫌我是个后妈，但这么多年，我都是一碗水端平的，从来没有苛待过你们。连生孩子的医院，我都是给你找的最好的，没想到却让你不高兴了。现在连我炖的汤都不喝了。公公一脸困惑地走过来。这些年，他对孔玉有感情，但不多。对他来说，只要家里不吵不闹，就是万事大吉。他看着我有些不悦：你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汤，你多少喝一点，这是长辈的一片心意。要是为这小事你们婆媳闹矛盾，孔玉在外打拼也不安心。听到孔玉的名字，我的心软了几分。我不能替他分担太多，只能尽量少给他惹麻烦。被3个人齐刷刷地盯着，我只能咬着牙道：好，我这就去喝汤。我和婆婆先到餐桌旁，余霜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我们坐下好一会，她才跟上来。她一脸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在我对面坐下。我亲眼看着婆婆盛了2碗汤出来，一碗全是肉，一碗全是下水。毫无意外，全是下水那碗汤递到我面前。你喝多点。我看着一脸算计的婆婆，顿时起觉得不对劲，一脸警惕地看着面前的汤。余霜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捧着汤喝了一大口。这汤真不错。蓉蓉，你怎么不喝呀？不会是嫌弃妈妈的手艺吧？看着余霜一脸满足的样子，我心里估算这汤应该没有问题，才试探性地喝了一口。
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只觉得这汤很腥。喝了一口后，我假称困了，跟他们打了招呼后，就直接回房了。他们也没有多加阻拦，我只当是自己太谨慎。吃了一片维生素后，就准备睡午觉。没想到维生素刚吃下不久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模糊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，是婆婆的声音：“蓉蓉，你睡着了吗？”我立刻察觉到不对劲，立刻用手边的冷水泼到脸上，保持冷静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维持在正常状态。没睡。说完后，不管婆婆的回应，立刻给孔玉打电话，一连打了3个，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门外的婆婆还在敲门，余霜也来了。蓉蓉，你是不舒服啊？不舒服，我们带你去医院。你千万别硬撑着。奇怪，我和余霜明明是喝的同一锅出来的汤，她怎么会一点事情没有？难道问题不是出在那碗汤身上？我不自觉地将眼光移到刚吃的维生素瓶上。我有个习惯，每次吃完饭后都会吃片维生素。我打开维生素瓶，味道不太对。我顿时明白了，为什么他们把我叫出去喝汤。余霜又迟了一会出现，一定是他换了我的维生素。他们想趁着孔玉不在家，把我送去那家私立医院调包孩子。门外，婆婆和余霜的声音越来越焦急。见我迟迟没有回应，他们已经开始找钥匙开门了。我甚至听到婆婆小声说话：“赶紧把她送医院，趁着她身边没人，让她直接剖了，到时候就神不知鬼不觉了。”我的头越来越晕，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暗，强撑着最后一丝理智，给孔玉发了信息：“快去之前订的私立医院找我，一定要全程陪在我身边。有人要偷我们的孩子。”短信刚发出去，我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了。环顾四周，果然是那家私立医院。2个护士正要推着我去手术室，在我旁边，余霜也躺在小推床上，婆婆站在一边，正在和医生说着什么。我心里一阵后怕，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一把推开护士：“我老公呢？我要找我老公。”护士见状要按住我，但那一刻，我力气大得出奇，一把推开他们：“别碰我！我要见我老公。”婆婆看我醒了，大声呵斥：“宋荣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已经给你约好了医生，现在就去做手术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家都晕倒了？现在没时间等你老公过来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医生上前摸了摸我的肚子，神情紧绷，语气严肃：“
他说出了和上辈子一样的话：宝宝已经足月了，有脐带绕颈的风险，必须马上剖腹产，否则都有生命危险。我这才看清了医生的脸，就是上辈子给我手术的照例。上辈子，在得知我的宝宝有危险后，我立刻答应了做手术。没想到在我醒来后，他告诉我，我的宝宝是个唐氏儿。当时我还刚下手术台，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结果。我就是在你们医院产检的，当时还说一切正常啊。我还特意做了羊水穿刺，都说我的宝宝没有问题，怎么会突然变成了唐氏儿？医生不耐烦地呵斥我，丝毫没有考虑到我是个刚进来剖腹产的产妇，羊水穿刺也不能100%保证。你女儿就是个唐氏儿，一辈子都不是个正常人。随后他转身又向余双贺喜：恭喜你们，得了个大胖小子。当时我沉浸在痛苦中，竟然对她和婆婆间的眼神互动丝毫没有在意。从那天起，我的人生像被判了刑。婆婆不待见我，妯娌明里暗里讽刺我女儿是个傻子。公公更是嫌我晦气，把我们赶出门。只有孔玉，不仅要安慰我，还要照顾生病的宝宝，这才会年纪轻轻的猝死。想到这，我也顾不得形象，当着所有人面开始发疯。我说了，我不在这个医院生孩子，我要去市医院。你们快放开我！婆婆更生气了，你在发什么疯？医生都说你孩子有危险了，你怎么能这么任性？我给你挑的是医院里最好的医生，你就放心吧。听医生和婆婆都这么说，一旁的路人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指责我，这个孕妇也太不懂事了。婆婆对她这么好，竟然还不知足。就是，医生都说胎儿有危险了，她还非要去别的医院。万一胎儿出什么问题，她就是最大的罪人。自己不想做手术就赶紧走，这么多人还等着呢，占用医疗资源，真讨厌。但也有人帮我说话，她一个准妈妈，难道不担心宝宝的健康吗？她想去公立医院生孩子有什么错？但她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众人的指责声里。婆婆听别人都在帮她说话，腰杆挺得更直了。别多说，你们赶紧把她推进去，现在就做手术。说完，2个护士就要来拉我。我奋力挣扎，我不要在这生。你们不就是想要我的孩子吗？我告诉你们，绝不可能。婆婆一愣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换掉你的孩子？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，连孩子的命都不要了。他指挥着医生和护士，别听他的，孩子不能耽误了。你们快送他进手术室，有什么问题我担着。说罢，
几个护士一起跑过来，按着我的身体，就要把我推向手术室。就在这时候，孔玉终于来了。见到他那一刻，我浑身的力气全部被抽去，瘫倒在床上。孔玉二话没说，直接抱着我就要出门。婆婆站上前挡住她的路：“你们不能走。我好不容易约到了王医生，今天这个孩子必须在这家医院生。”孔玉还是很困惑，她不懂为什么婆婆坚持我要在这家医院生，我又非不肯，但她还是选择相信我。蓉蓉说要去3甲医院就去3甲医院，她肚子里是我的孩子，我必须要为她负责。如果你非要拦我倒想问问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逼着我老婆在你们指定的医院生产，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被孔玉戳中心事，婆婆一愣神。就在婆婆愣神的片刻，她抱着我大跨步离开医院，直到出了医院门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孔玉把我送到了市医院，经过医生检查，宝宝很健康，根本没有脐带绕颈。但经过刚才这么一折腾，我的宫口已经开了，必须尽快生产。来不及犹豫，我被匆匆推进产房。担心我害怕，孔玉拉着我的手，郑重承诺：“你放心，我就在产房门口等着。等你一出来，我就守着你们，一步也不离开你的视线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放心地进了产房。我是顺产，是个男孩。孩子出来那一刻，护士抱着他凑到我眼前：“看一下哈，这是你的宝宝，7斤6两的男宝宝。”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。终于，在这一世，我们一家3口团聚了。我们出来后，孔玉也抱着孩子爱不释手。他第一时间拍了照片，准备发到家族群里，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。可刚准备发照片时，却发现孔晨先一步发了照片，也是一张宝宝的照片。辛苦双双顺利生下一个男宝。爸妈，你们终于有孙子了。公公很高兴，明确表示会犒劳于双。婆婆也很开心，说于双是孔家的大功臣。没有人问过我们一句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但孔玉看起来很失落。我拉着他和宝宝的手，别在一起。以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。孔玉这才释怀地笑了。安抚好他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于双的宝宝是个唐氏儿，还是个女孩，怎么突然变成了正常的男宝宝？我把于双宝宝的照片仔细放大，越看越觉得不对。这个宝宝和孔晨、于双2口子压根不像啊，倒是很像我认识的另一个孕妇朋友。何倩倩是我在私立医院产检时认识的朋友，她老公很忙，产检经常是她一个人过来。
不方便的时候，我就主动上前搭把手，一来二去，我们就熟了。她预产期和我原定剖腹产的时间差不多。昨天在医院发疯的时候，在人群里帮我说话的也是她。我立刻给何倩倩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里她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蓉蓉，医生说我孩子是个唐氏儿，可是明明之前产检的时候是正常的，我该怎么办啊？”听着倩倩痛不欲生的声音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上辈子我和她一样，在得知女儿得了这个病之后，天都要塌了。电话里，我不好多说，只能尽量安慰她：“倩倩，你别急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。孩子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帮你。”挂了电话后，我把前因后果和孔玉都说了一遍。他越听脸色越苍白，直到后来，声音都开始颤抖。难怪你一直坚持去公立医院，还让我一直陪着你。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担心生产时有突发情况，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。我点点头，还好有你一直信任我，这次才没让他们得逞。但是他们调包了何倩倩的孩子。孔玉眼里燃起了怒火，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，自己亲生的孩子不要，拿别人的孩子争家产。我冷哼一声，为了钱，他们什么做不出来。上辈子你出事后，你爸就把所有财产都转到了孔晨手下，拿到钱后，他们就不管孩子了。后来孩子生病，他们就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医院，不知是生气还是心疼。孔玉的眼底通红，这家人真没良心。我们一定要帮何倩倩把孩子夺回来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点点头，我不会放过婆婆和余霜，不仅仅是为了何倩倩，更是为了上辈子的我们一家。我和倩倩在同一家月子中心，等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去看她。她和上辈子的我一样，双眼失神，眼底乌青，一看就没休息好。我看了看她的宝宝，和上辈子我的宝宝一模一样。倩倩一看到我就开始抹眼泪。不管怎么样，既然我是她妈，我就得对她负责。大不了我和她爸养她一辈子。她老公在一旁搂着她的肩膀，宽慰道：“别哭了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她都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会一直爱她。”倩倩老公比上次见面黑了很多，也瘦了很多。看来这一个月，这家人的日子都不好过。我试探性的开口：“给你们接生的是王医生吗？”倩倩点头：“是王医生。其实一开始是准备顺产的，但那天王医生说我的宝宝脐带绕颈，毕竟要马上剖腹产，正好他得空，就帮我做了手术。我有些难过，
这辈子他们在我身上没得手，就把主意打到了倩倩身上。倩倩，我记得我们是一起做的羊水穿刺，宝宝都是健康的，怎么会突然变成了唐氏儿？倩倩听我这么说，眼泪更止不住了。对呀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王医生还骂我，说羊水穿刺结果也不一定是准的。果然和我上辈子的话术一模一样。看倩倩痛苦的样子，我也不准备对她隐瞒。倩倩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这个孩子可能不是你的？她一愣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什么意思？你说医院把我孩子弄错了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尽量用最平和的语气来和他说话。我们产检都是一起做的，当时医生都说没有问题。现在怎么会突然得了基因病？倩倩垂下眼睛，不自觉地瞟了一眼婴儿车里的宝宝。我相信，她也是怀疑过的，只是不敢想这个结果。我继续道：要不你们去做个亲子鉴定，让自己也放心些。听我这么说，倩倩沉默了片刻，最终她点点头。好，我去做。如果真的是我的宝宝，我会一辈子对他负责。但如果不是，我会让医院付出代价。3天后，倩倩约我出门，她把鉴定报告推到我面前，一脸愤恨。你说的没错，孩子真的不是我的。这家医院做事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？我定定地看着她。你以为真的是医院不小心弄错了？倩倩是个聪明人，她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握着我的手开始恳求：你一定知道什么对吧？蓉蓉帮帮我，我自己的孩子不知所踪，我不能一辈子稀里糊涂地过下去。我叹了口气，把婆婆和余霜准备调包我孩子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。重生的事情我隐瞒了，我怕她不会信。我以为倩倩会生气，毕竟如果不是我，她的孩子就不会调包。没想到，她恨恨道：他们胆子竟然这么大，这种犯罪的事情都敢做。我有些惊讶。你不怪我？倩倩摇头。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也不知道他们会找上我。再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他果然是个通透人。我回握住他的手。我一定会帮你把孩子要回来。但现在你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宝宝很快就满月了。婆婆为了庆祝，特意为余霜的宝宝举办了一次满月宴，邀请很多亲友参加。碍于面子，她和余霜也邀请了我们一家。我们应邀赴会。宴席开始前，公公站在台上讲话。他说余霜为孔家生了大胖小子，延续了香火，以后家里的财产都要留给他们。余霜坐下台下，得意地抱着孩子。
骄傲得像只母孔雀。对此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有后妈就有后爸。公公偏心孔陈，我们早就心里有数。对于他的财产，我们早就没了指望，自然不会失望。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，就没有过不好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来参加，也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宴席过半，余霜的宝宝睡了，他叫来保姆，把宝宝送去房间休息。趁着没人注意，我悄悄跟着去了房间，拿走了宝宝的奶瓶。只要对宝宝和倩倩做个亲子鉴定，自然就能揭露他们的阴谋。没想到我刚出房间，迎面碰上了余霜。他见我从宝宝的房间出来，生怕我对孩子不利，进去一看，宝宝睡得正香，也就打消了顾虑，但仍不忘对我冷嘲热讽一番。现在爸可是把家产都留给我儿子了，你们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你们那个傻女儿，一辈子都是个拖油瓶。我很难理解，为什么有人为了利益，竟然会对自己女儿有这么大的恶意。我轻笑一声，那也得你有这个福气接受才行。余霜狠狠瞪我一眼，你什么意思？他的钱都给我儿子了，我怎么没福气用？是吗？那也得是你儿子才行啊。说完，我没理会他，拉着孔玉直接回了家。几天后，倩倩欣喜若狂地告诉我，她做了亲子鉴定，她是余霜宝宝的生物学母亲。终于，证据到手了。我让倩倩不用再等了，直接报警，说医院弄错了她的孩子。王丽被带到警局里的时候，还处于游离状态，嘴里还叫嚣着：“你们找我干什么？医院里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做手术呢。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能负得起责任吗？”但直到看到我和倩倩那一刻，她的脸上出现肉眼可见的慌乱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警察冷冷道：“就是他们报的警，说你调包了他的孩子。”王丽一愣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矢口否认：“怎么可能？警察同志，一定是他们弄错了。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，怎么可能会把孩子弄错？”我呵斥道：“对呀，我也想问你，你当了这么多年医生，你的医德哪去了？为什么为了利益做出这么丧良心的事？”王丽也不服气：“你既然说我干了这种事，你有没有证据？要是拿不出证据，我就告你诽谤。”倩倩突然站起来，冲过去给了他狠狠一巴掌。“你要证据？我当然有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就做了亲子鉴定，余霜的孩子才是我的宝宝。”听到倩倩这么说，王丽彻底呆住了。她以为我们只是怀疑，只是虚张声势，因为她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婆婆和余霜一定要看好宝宝。
但他没想到，还是被我们查出破绽。警察也看不下去了。王丽，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争取宽大处理。王丽还在闭口不谈。我心里清楚她的想法，只要死活不承认婆婆给她送过钱，那这场孩子调包事件就可以定性为医疗纠纷。到时候大不了赔点钱再辞个职，这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损失。警察也看出来她的心思，没在她身上多费时间，而是直接把我婆婆马娟传唤来了。马娟一开始还趾高气昂，直到看到王丽那一刻，她的眼神闪过一丝惊恐，但很快，她又挺直腰杆，佯装镇定。你们叫我来干什么？警察耐着性子说道。有人报警，声称涉嫌贿赂医生，调包孩子，所以把你叫来问问情况。马娟一听，就在警局开始撒泼。你说什么？谁说我贿赂医生了？那明明是我们家的大胖小子，怎么调包了？你们警察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，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说罢，他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看，就是有的人嫉妒我大孙子得了那么多家产，才故意诬陷我。警察同志，我看你应该好好查查他。倩倩听不下去了，把2份亲子报告重重摔在马娟的身上。你自己看看，你口里的大孙子才是我儿子，你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马娟像疯狗一般，根本不听倩倩说什么。你在放屁！就算医院弄错了孩子，那也是医生的问题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们要找医院去。我还说是医生收了别人的钱，故意诬陷我呢。你们怎么不去查医生？他气势汹汹地转身就要走。王丽一听他说这么话也急了，明明自己咬紧牙关，没想到马娟直接把责任推到他身上。他一把拦住他们的路。你现在不敢承认了，明明是你给了20万，让我把孩子调包，你现在竟然想把责任全部推给我。说完，他对着警察道：警察同志，我自首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给了我20万，让我帮她找个健康男胎调包。我的办公室里还有监控录像，你们可以去查。马娟一看王丽竟然当着警察的面承认了，冲上来就挠他的脸。你敢出卖我，我打死你！王丽也不是吃素的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最后是几个警察强制把两人分开的。王丽脸上、脖子上全是血痕，没一块好漆皮肤。马娟左脸红肿，眼睛上多了个乌眼青。看来两个人下手都很重。以利益为纽带的两个人，一旦利益消失，就会露出狰狞的真面目。最终，判决结果下来了，
马娟和王丽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倩倩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宝宝，于双也把他的唐氏宝宝接回了家。但经过这么一闹，公公对于双一家也是烦透了。于双还是不死心，他觉得他的宝宝是孔家的孙女，孔家的家产必须是他的。对公公的冷淡态度，他终于受不了了。再次见到公公，是在医院里。医生说他心脏病发，幸好送医院送得及时，否则神仙难救。公公在 ICU 里住了1个星期，才终于醒过来。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把于双送进牢里。原来于双多次要求公公把名下财产转移到他宝宝名下，但公公因为之前他和婆婆调包孩子的事情正在气头上，怎么肯答应他？公公甚至还放话，说我的孩子也是孔家的孙子，还是健康的男孙，就算留财产，也是把财产都留给我家宝宝。这下于双坐不住了，他知道公公有心脏病，故意和公公大吵一架，并说出孔晨根本不是公公亲生孩子的事情。公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，但于双说是婆婆亲口告诉她的。当年婆婆怀了别人的孩子，看公公有钱，才愿意跟他的。这么多年愿意伺候他，就是为了他的家产。这把公公气得心脏疼得厉害，他想吃药，但药早就被于双扔了。他拿出一份假的遗嘱，逼着公公在上面签字按手印。就在这时，保姆赶回来了，这才叫了120，救了公公一命。病床上，公公老泪纵横，他对着我和孔玉忏悔：“儿子，这些年是爸错了，对你的关心不够，以后爸的财产都留给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但孔玉早就对这个名义上的父亲伤透了心。上辈子，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把我们全家扫地出门，间接害死了孔玉。这辈子，他明知我们生活困难，对我们不闻不问。现在出事了，才想起自己有个大儿子。孔玉冷冷地看了他爸一眼：“你把我养大，我自然会对你养老送终。但你怎么对我，我也会怎么对你。至于你的遗产，我从来没有肖想过，怎么处理是你的自由。”说完，他拉着我就要离开。快出门时，公公叫住了他：“小玉，这些年是爸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。”孔玉没有回头。公公真的报警了，于双被抓了，故意伤害罪，被判了10年。公公出院了，做了公证，把名下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我和孔玉。我问孔玉怎么处理，他说公公愿意给他就收着，但他永远不会原谅他。他不会原谅，我也不会。后来我见过孔晨1次，
原本纨绔的富家少爷已经被生活搓磨得像个失意的中年人。听说他每天不是喝酒就是打牌，甚至因为打架被送进去好几次，更别说照顾小孩了。政府部门出面警告了几次，他仍不收敛，说要不是这个宝宝，他也不会混成现在这样。后来工作人员出来调解，把宝宝送去了余霜的娘家抚养。听到这些事后，我和孔玉都有些唏嘘。大人活该，可怜了孩子。我们的宝宝咧着嘴巴，第一次对我们叫了声爸爸妈妈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